好了，各位聽友大家好，我們開始今天的分享哈。先分享田颖同学的一个体会，是3月26號的哈。說日行一善，說我能為你做點啥？靜心修己，保持愛的呼吸和覺知。說日常呢，外出時把擋路的多輛單車挪到路旁，暢通道路，把愛帶進眼睛，保持慈悲的覺知。說我錯了哈，修我錯了這方面的反思了。生活中呢，人有拖延的習慣，這要改正。說修無怨躁的我，今天是沒有怨沒有躁，此減謙，說今日保持尚可。說聽課鍛鍊的體會，早晨靜坐40分鐘，說安靜心神回家，心息相依，休養生息。晚上學習呢，就是822課，停止內卷，開始內養，是一個家庭最寶貴的轉向。講聽這一課啊。說學習內卷一詞，本意呢是指一種文化模式在無法突破的時候，只能不斷的向內複雜化，陷入無增長的激烈競爭。就講的是內卷，就是說其實還是一種無能的表現啊。實際上就是什麼？說我太強了，就是我太強了。說經常老師的課程的提醒我啊，不要內卷，應該內養，在家裡，特別在家裡面哈，應從向外求啊到向內觀。說這個心法最實用，尤其先從眼睛變柔和開始，你眼睛要變柔和，眼睛變柔和了，心也就變柔軟了。是內養，養自己啊，養自己的家，鍛鍊這樣一個內容。說滿懷慈悲，用愛養護自己和家人親朋。說安靜慈悲，心息相依，身心暖融融的。就向內一定要去養，而不是要去內卷。內卷梦就是那個我太強，我要怎麼樣，我要怎麼樣。特別在家裡面，我們在家裡面一定要是內養，而不是內卷啊。那麼前面我們分享了關於相信啊，就是我们進行鍛鍊啊，為什麼那麼好的效果？它這個相信，我們這之後又講了什麼？講了那個自己，就聊了這兩個話題。一個呢是有一個比我更古老的那個自己，它無形無相，能讓指甲生長啊，讓心跳延續，傷口愈合啊，它就是什麼？是道在人身上的體現，它本自具足，不生不滅。前面還講的那個信，就講我母親鍛鍊那個信啊，它不是嘴上信，也不是頭腦裡信，而是用身體啊去信，就信的什麼？心潮澎湃，信的信心十足啊，信心十足。就媽媽因為這個信治好了病啊，自己的肺病好了。我呢，因為信走出了自己的一條路。說今天呢，我就想把這兩個話題結合到一起聊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啊，就如何去相信自己。首先我想第一個小題啊，就是說你相信的是哪個自己？我們經常會說，哎呀，相信自己，但仔細想一想，你相信的是哪個自己呢？是那個叫某某名字、某某歲數、某某學歷的自己，某某有什麼能力的自己呢？是吧？是那個曾經成功過也失敗過的自己？是那個腦子裡總有聲音在評判、在擔心的自己？說這些都是我，是後天形成的，可以被描述的，會變化的我，它可以被描述的，用不同的詞去描述，不同的時間事件去定義的那個我。相信這個我，當然也可不可以？也可以啊，但相信我是很累啊，因為它不夠完善，它需要不斷的被證明。我這個事做成功了，哎呀，我就怎麼，我做失敗了，哎呀，它需要不斷的被證明，因為他會犯錯，他需要不斷的修飾，不斷的掩飾。生活中大家想一想，是不是這樣吧？因為他也會變老，也會病，他也會死掉。說你隨着那些東西呢，哎呀，這個事做成了，我相信自己了。今天沒做成，哎呀，我就好像我就不相信自己了。有沒有這樣的？很多有這樣的情況。說你的相信就隨着外面這些東西的變化而不斷的變化。真正的相信啊，不是相信那個我，是相信那個比我更古老的那個自己，那個在你出生前就在的自己。上次我們分享了，就在他讓受精卵分裂成米，讓傷口愈合如初，讓指甲掉了又長。
那個在你出生之前，在那个我之前就有的那个自己，他不需要学習，不需要練習，他天生就會，他本自具足，他是道在人身上的節點，是大自然賦予每一個生命的出廠設置。你出廠設置就有了，出廠設置就有了。相信自己就是相信那個自己，或者相信這個自己，你出廠設置上就帶了，你不需要學習，不需要去鍛鍊，與生俱來，是不學而能，不慮而知。那個良知良能其實就講的這個，那個自己，你相信他。而真正的相信呢，是全身的沸騰。你可能會說，怎麼才能相信這個看不見摸不着的自己呢？大家注意啊，就是不用頭腦去相信，是用身體去相信。頭腦去相信的是什麼？是概念，是邏輯，是思想，是判斷，是我覺得應該信。這種信呢，它比較脆弱，有時候遇到困難了就會動搖。你相信某某人，相信他只說這個事兒，他講的很對，你跟他相信，過一會兒他那事沒做好，這好像不可信。說那是頭腦裡的信，而身體的相信是另外一種狀態。就像我說的，說當我媽媽聽的說這個練深呼吸可以幫助她健康的時候，她沒有分析，沒有質疑，啥都任何的那個懷疑都沒有。任何的不單單懷疑，就疑問說他為什麼能好啊？他怎麼才能連這個都沒有？一聽說眼睛放光，全身好像每個細胞都活了起來，都在說好，可以，就跟你學，就開始學，開始練，就沒有絲毫的東西摻雜在裡面。就那一刻，他不是認為自己可以好，他是知道我自己可以好。就是兒子教我完全的那100%的10000%的那種相信，就那種狀態可以說他身體裡面是可以有點心潮澎湃呀，有點摩拳擦掌的力量十足的這麼種感覺。你有沒有過這樣的體驗？我相信也會有。當你真正相信一件事、一個人或者自己的時候，不是腦子在點頭，而是全身在回應。沒有，可以，沒有。你會感覺血液流動都加快，呼吸就變得不一樣了，那肌肉就微微的發緊，有一股熱流，我這麼形容，從胸口湧向四肢，真的得這種感覺，這內在它得發生變化的這種感覺，這就是動心不動腦，真正動了心，你也不需要喊口號，你的身體就已經替你說是的。這就是用身體去信，相信自己。那個自己在哪兒啊？我們昨天說了我們上一次說了，手上有自己，身上有自己，自己會消化吸收，自己會怎麼樣？自己會怎麼樣？全身到處是自己，所以那個真正的相信自己是全身各處的那個相信。大概想這個道理不就在這兒嗎？因為自己遍布全身，不單是在大腦裡。當你的每一個細胞都相信，那才真正的相信自己，相信這個自己。所以大家對身體裡面這個自己，你要有覺知。你不單純我就是我頭腦裡這個名的，我是怎麼樣？我這有自己，亘古長存的自己在身體裡。在我這有自己，我是道的一個節點。就好像這塊放一個通訊站，中國移動的這個站點，它在這個站點往外發射信號，它是個站點，它連通的是那個總站。你身體這個自己連通的是那個大的總的那個自己，大道。我真希望我說的大家也跟我這種感覺有這麼個自己呀。有時候你會很不知不覺的要對他表示恭敬
有時候我站桩的时候，有时候不知不觉也就要想就来这个动作。然后在直播的时候有时候不方便，大家不理解为什么都要这样，就你真的会有那种感觉，对自己表示恭敬。有的时候你真的不知不觉的会流下眼淚来，这个眼淚不是痛苦的眼淚，这种幸福的感恩的，特別你會覺得我們有自己，小貓小狗它也有它的自己，桌椅板凳也有它自己，但生而為人，你能夠去覺知這個自己，能夠去反過來意識到有這個自己，你會是多麼幸福。就有時候你想到有這種感覺的時候，你真的有時候會有熱淚盈眶的那種感覺，就生而為人是多麼幸福。那你生而為人知道有這個自己，你得多麼珍惜自己，多麼敬畏自己。就是你每個細胞都相信那個本自具足的自己就被喚醒了，真的是這樣。所以你對這個自己，你要真的充分去認識。後面我可能還會要講一個這個字，因為我覺得這個太重要了，太重要。它又什麼？又很簡單，真的大道至簡。你說誰沒有個自己呀？誰經常不說我自己怎麼樣？對吧？你胳膊手身體破了，皮膚破了，你皮膚自己會長。平常你想自己會就過去了。它裡面有個自己，那個自己會長。自己會長，我不會長那個自己比我厲害呀。可是很少有人這麼去想這麼去悟了之後，從這個悟入口，從這個自己入口往裡進去。上一課講，從那個自己那塊入進去，去體驗那個大的合一。這些課聽起來好像很簡單，但你要仔細琢磨琢磨真的是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。所以你就想我相信自己，它是個實實在在的東西，它不是個道理。所以下面一個小題目說，相信自己本身就是方法。你是心法，它也是具體的行為的方法。有人說認為說我相信自己是一個結果等我有錢了，等我有成就變優秀了，我就相信自己了。不是，相信自己是原因，它不是結果，是方法，不是目標，它是個因。有了這個就有了果。它本身相信它就是個方法，它不是說到目標我才相信。我一相信你有過去那個方法，通過因為你的相信它也變得不一樣。說那個信為道源功德母，長養一切諸善法。你有了這個信之後，你過去的方法它也變了。所以信本身就是方法，就是力量。鍛鍊的時候就是你往這一站，你要信，那就不一樣。母愛無疆，一做富貴一做。你信與不信兩種狀態完全不一樣。你帶着那個信的感覺去做，那是不一樣的。我曾經跟大家分享過，那次我在青海那個寺廟裡面，見到門口有就是跪拜而來的那些人，他那一舉一起來這一趴下，那個動作，那眼神清澈，那種信的那個狀態，幾百公里上千公里走過來，照樣走過來，充滿了力量。那你要不信，天天那麼做，那你覺得累死了。就是說，當你真正相信自己的那一刻，身體就已經發生了變化，不是說等到什麼時候才發生。你現在你試試，立刻裡面氣血就變了，就有點什麼那種煥然一新的那個狀態了。那個一直緊繃着的神經就鬆開了，那個一直焦慮的心就安定了，那一直分散的精氣神就凝聚了。你相信的那一刻就已經變了，就已經變了。大概現在
我自己全身无处不在那个自己相信，那个自己在相信，哇，你立刻感觉身体就变了不一样。当然你可以这么试试，你站在镜子面前，你看着自己的眼睛，放下我不够好，我做不到的念头，然后深深吸口气，就感觉那股气进入身体，充满胸腔、腹腔、四肢，在心里跟我相信你，看着我那个自己，我相信你。你不是用嘴里说什么，是用全身说，我相信你。大概你自己真的可以试一试这个，这本身是功夫啊，是修心啊。就你肩膀是否放松，胸口是否開闊，眼神是否更堅定，你一定是這樣，那種感覺就不一樣了。這就是信的力量，它不需要任何外在的證明，它自己就是證明，自己就是證明。是相信自己啊，就是連通大道。那個自己它不是孤立的，它是大自然那個大的自己的一個節點，就像一棵樹啊，它是根連着大地，它枝葉連着天空，它不是孤立的，不是獨立的，它是整個生態系統的一部分，整個生態的一部分。那個信也是巨大那個生態的一部分。你也是這樣，呼吸連着大氣，心跳連着地球的脈動，你自己連着宇宙那個大的自己，你這麼想一想都會覺得不一樣。所以你相信自己就是連通那個更大的力量，不是你在用力，而是道通過你在運作。大家琢磨這個話，不是你在用力，你說你老講那個我，你反而和那個道隔開了。那道一看，你厲害，那你就厲害去吧，我才不管你了，是吧？你相信自己，不是我在用力，而是什麼？道通過我在運作，不是我在創造，是創造本身經由我顯現。這個話我想大家能夠你反覆琢磨琢磨，不是你在用力，是道通過你在運作，不是你在創造，是創造本身經由你而顯現。這就是為什麼一個真正相信自己的人，做起事來是不費勁兒的，他也不是在硬撐，他是在順道而為，順勢。他相信自己的直覺，相信自己的節奏，相信生命自有安排。他不是不努力，而是他的努力沒有掙扎，只有全然投入。這種狀態可以叫天人合一，叫道法自然。那現在我們講的話就是相信自己就是信道。就真正你相信自己啊，將你內在那個自己動起來之後，做事是不費力的。相信那個直覺，是相信那個節奏。就像上次我分享大家分享說，我當時上大學的時候退學了，好多人覺得這做這種決定太艱難了，放棄的東西太多了，太厲害了。其實我自己根本沒那種感覺，我沒覺得那麼艱難，我也沒覺得我捨棄的東西多麼值得我多麼重要的東西。為什麼？我相信自己的直覺，我的目標很明確，我要做什麼事兒，所以這就很簡單，真的很簡單。說你放棄那個大學要多麼多麼重要，那對我來說那一點兒也不重要，因為我心裡有我覺得最重要的事兒，所以那個反而是我一個包袱，說我放掉之後我輕鬆了。所以別人覺得放那個多痛苦，我一點兒不痛苦，真的，它是很輕鬆的事，它是我在那再去讀完了，那個時間耗在那兒，我又不是我真正喜歡的事，那不是個包袱嗎？說我放掉的是個包袱，我很輕鬆嘛。真的是別人覺得你多麼多麼難，其實我從來沒覺得它難，就在我的能力範圍之內我做我喜歡我做的事兒，就是我相信自己，這個當時就是那種相信，不是頭腦中判斷，不是頭腦判斷我要學什麼，說以後我要幹什麼，就根本就沒有這些考慮，沒有考慮將來會怎麼樣，就是那種感覺，我覺得我應該去這麼做。
呀，那种內在這種衝動那種感覺。我相信年輕的時候如果沒有點衝動，可能少年的時候就变得那麼老成，什麼事哎呀思前想後，可能啥事也做不成。那上次就覺得當时就是那種相信自己，直覺，那或者說就是有一种某种指引了啊，是天人合一，就是某種指引，说可能就要做这樣不同寻常的，跟平常人走的路不一樣的這樣的事情。就真的，当你有這种信之後，你做什麼事啊，你就很輕鬆了，真的很輕鬆了。就包括两岸时空直播也遇到了很多困難，各種各樣的原因，又不能直播了，不能怎麼樣了。我始終没有说，哎呀，觉得很沮喪什麼的。我覺得還有更好的事儿，真的是這樣，從來沒有過說，因為說外面什麼事兒把你变得很沮喪，把你灰头土脸，從來沒有这種。总觉又来了，又有新的東西出来了，又有新的事出来了，也的確是這樣啊，的確這樣。所以到這種狀態的時候，你相信它本身它就是方法。不想說理就是法，法就是理嘛。心里通了之後，你自然路就通了。是知行合一，有這種知，它就是行。不是說知道了然後再行它才合一，不是，知本身它就是一种行的表現，行知是一體的，它是一體的。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包括对身体健康，我就相信我是健康的，我相信我没有問題。這種相信力量發自內在。下面我就講從相信自己開始，就身心健康從相信自己開始。當你相信自己的身體是有自癒力的，你就會更好的去自癒。你總覺得喲，我身體這麻煩了，這咋是吧？你本來有那個能力，你總覺得喲，你不相信它，那就不好。說當你相信自己的心有能力平靜，它就很快平靜。當你相信自己的路，哎呀是對的，你就越走越寬闊，越走越寬闊。所以對我們大家來說，你要真的要去相信自己。你家庭幸福也從相信自己開始。為什麼啊？那大家想啊，當你不再需要從家人那裡不斷的獲得認可，你就能給出無條件的愛。你想是不是這樣？平常家裡總需要別人對我認可，我做的事你得看見，你得說什麼，你得表揚我，對吧？當你相信你不再需要從別人那不斷得到認可的時候，你就可以給出無條件的愛。我愛你，我做這些事我不需要你給我怎麼樣。大家說是不是？說當你不再害怕被否定，你就能夠真正的傾聽。很多夫妻吵架不都是這樣嗎？被否定，你這個做的不是吧？你做了事兒之後，做了反而不被認可，被否定，你就很生氣。當你真正相信自己，不再害怕被否定，你就能夠真正的傾聽。你真正傾聽了，也能聽到對方他真正的需求。當你相信自己是被愛的，你就能看見愛一直在那裡。家裡面很多時候是這樣的，比方說有愛，可是表達的方式不像愛的方式，所以對方就覺得你不愛我了。家裡沒有愛了，你總在表層嘛，你不能深入進去。所以你真正相信，呀，我是被愛的，你就能看見愛一直在那裡，就看見他在發脾氣背後的那個愛，他這麼表達的時候背後的那個關心。大家想是不是這樣？說這一切並不複雜。有人會覺得是不是並不複雜？他不需要說你成為聖人，不需要，也不需要你讀萬卷書，也不需要你苦修多少年，他只需要你在每一個懷疑升起的瞬間停下來，深呼吸，然後對自己說，我相信你。甚至那個我都不用說，就相信。我說清楚了沒有？
不需要你成為聖人，不需要你讀萬卷書行萬里，不需要你苦修多少年，只需要注意啊，在每一個懷疑要升起的瞬間停下來，做個深呼吸，然後对自己說：我相信你。用全身說：我相信。用热血说，用每個細胞說，不是我相信你，不是我相信你。用內在，用生命說，然後你就會知道，那個比你更古老的自己一直在等你，等你認出他，相信他，把他活出來。所以我們人，我覺得在人世間最偉大的一個工程就是什麼呀？把与生俱來那個自己把它活出來。过去曾经講，把內在與生俱來那個聖賢品質把它活出來。說相信自己啊，不是自大，說我怎麼不是自大，不是固執，是認出自己本來的那個樣子。本來那個樣子不是貪嗔痴慢疑那種樣子，不是怨恨惱怒煩那個樣子，不是自大的樣子，不是固執的樣子，是那種廣闊無垠、萬善皆備的樣子，是接通那無限的源泉大道，是在這個紛亂的世界裡，為自己也為眾生點亮一盞不滅的燈。所以我們講了自己，講了相信，今天就講這個相信自己。它絕不是單單頭腦裡面的一個想法或者一個道理，不是的，它就是法，理就是法，法就是道。說理法不让理法圓融嗎？它是知，它同時也是行，知行合一的，知行合一的。好，現在我们大家就一起站起来啊，我们一起站起来，直接竖立鍛鍊。好，安靜。就你往這一站，大家注意哈，你比方說，你现在睜開眼睛啊，向外去，那麼一種狀態，生活中的這種狀態，生活中這種狀態，這表現的是誰呢？向外走表現誰的？我，我要幹什麼？我看這個，我努力是我。好，一鍛鍊往這一站的時候，一鍛鍊的時候，好像那個我一下鬆開了，跟外面隔開了，就像我們過去講過，斷開什麼和社會的那種鏈接，啪啦斷開了，那個我的手鬆開了，回來了，回到身體上來了，回到裡，回到哪兒去了呢？呀，回到自己這兒來了，全身各處充滿的都是自己。那往外說往我，往回一落，回到自己那兒了，覺知那個自己了。誰去覺知自己呢？不是那個我去覺知自己，我說是自己覺知自己，所以那個自覺。你隨着這麼一自覺，平常說神返身中，氣自回，那個精氣神自然就
你往回一走，這身體呢，就像身体里面真有个中心一樣，丹田。那个精气神汇聚到丹田了。丹田它又不是一个完全固定的，是就在哪儿地方。平常我们说的大概下丹田、中丹田、上丹田，其實內在那是一個空間，精氣收回來了。所以這個鍛鍊過程其實很簡單，就是這樣，從那個我回到自己。從我回歸自己就是一個鍛鍊呢。腳分開，手慢慢的胸前環抱。大家注意啊，比方說你真正回到那個自己之後啊，你外面那個動作呀、方法都不那麼重要了，說不一定非得什麼什麼手到多大高度，怎麼樣，你太注意這些又跑到外面去了。當然也不是說完全不注意這些啊，你做成習慣了就那麼一待了。關鍵是你全部的精神都在裡面，和那個自己合上了。你這時候會覺得，你真的會對外面的什麼事兒啊，你不在乎了。有點說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就那麼種感覺。說收視反聽自然就成了，聚精會神，那是很自然的一個結果。你在心裡知道，這個自己呀，本自具足，比那個我更古老、更智慧。這個我相信他，所以這個我離開身體，或者說不去掌控身體，把整個生命啊交給那個自己。你只是心息相依，那個整個精氣神全到裡面，不要跑外面我那兒去，全到那自己的裡面。讓自己去療癒身體，自我療癒。因為啊，可能開始鍛鍊的時候呢，那個我總會來打擾你，怎麼辦呢？那你就心息相依。
這是種心息相依。
會上領，身體之氣，腳慢慢合攏，手緩緩下落，自然下垂。敞開心胸，張開懷抱，你是道的節點，你是愛的節點，是大慈大悲的節點。大慈大悲通過你展現，向上拉起，慈悲呀，立刻充滿天地。启禀，不是那個我的力量，而是那個偉大的自己的力量。道之力量，向上肩平，不是那個你，不是那個狹隘的自我，而是那個連通天地的与生俱來的良知良能。向上，到头頂上方，停留一個呼吸场，慢慢下落。紧額頭，面部，胸，指腹，小腹，富貴嬰兒，兩手扶於足面，下上提，下
上體下上体轉掌，頸椎的後側向上投影，是命门点啊，手向前，到肚脐点啊，两手重疊在肚臍上，靜養。覺知那個自己，甚至可以讚美那個自己，敬畏那個自己。手分開，大家呀就手這樣握着，看着自己身體啊，其實是覺知是自己的身體呀，我可以的，我是健康的，哎，就這麼用生命說話，我本來就是健康的，我本來就是美好的，本來就是慈悲的，本来就是快樂的，哇，就是那種用整個生命去表達的這種感覺，我本來就是。那個本來那個自己就是本來的嘛，從本的來的，哇，就是難以言表內在，哇，那個美好的那種狀態，希望大家一直擁有這種美好。好了，今天我們就要分享到這兒，謝謝大家。